我接受命运对我的惩罚。至于你们怎么看待你们当年的行为，那是你们的自由。作为律师，我还是想问大家最后一句话：你们还是不愿意承认，当年你们的行为已经突破了一个法律人的底线，从而间接陷害了别人，是吗？梅先生都不这么认为了，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是告诉他，做伪证要面临的法律后果。如果他没有做伪证的话，那何必害怕？我只是把强奸受害人和卖淫的法律责任给他分析了一下，当然，这二者是有区别的。我可没威胁他，也没暗示他应该怎么做。至于他如何理解的，我怎么知道啊？我更不会拿什么法律后果威胁他了。我只是对他说，强奸受害人和卖淫女的名声可不一样。如果是卖淫，这传出去什么名声？还用我说吗？哼，你们是没说什么过分的话，但是要把你们的话串在一块儿，杨翠丽就明白了。一旦他改变证言，承认是交易，即便他后来说的都是事实，也会被质疑是在做伪证，所以才在法庭上反咬一口。就是你们把梅先生和于先生给害了。这个好看，还是这个好看？你问我？咱俩平时穿衣服风格又不一样。哎，你就给我选呢。我都行。姐妹们，看这17楼的房租啊，又涨了啊，咱给抓紧时间看，抓紧时间定了，不然将来还有可能再涨的。那咱们预算够吗？说实话，有点紧张。但是要是咱们能够跟他砍价呢，谈下来的话，勒紧裤腰带吧，也还能凑合。咱们为什么一定要租到梁成所的头顶上啊？勿忘初心呐，小同志。咱们成立樱花所不就为了这一天吗？你好，哪位是夏女士？哦，我是。我来取件。等下啊。喏。再和您对一下取件信息。取件码是3161，是1个小时同城达吧？是，给你再确一下收件信息。景熙集团刘正军是吧？对。到付是吧？是。谢谢。好。不是夏叔，你给刘总寄东西寄什么呀？录音笔啊。什么录音啊？就是许卓拒绝调查万和海外资产的录音。他告密害人，玩弄女当事人，坑害同行。总该有点报应吧？夏叔真有你的，你这是要赶尽杀绝呀！我这是给自恋的中年油腻男一点教训，也算是为广大被戕害的女同胞和无辜律师一点贡献了。看样子，这主业所又要掀起腥风血雨了啊！查清楚了没有？这封匿名信谁写的？刘总，我们正在查。信里提到的万和的那串贵金属，的确是真的。刘总，看，来，还有这个，您听听。徐老师，我听说那个万总的女儿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我有个同学也是那儿毕业的。需不需要我找那个同学去调查一下万老板的女儿？调查他女儿，没必要吧？咱们如果查一下呢，就能更好的掌握万和的资产情况，就是得花点小钱。多少钱
也没有多少吧，总不会让卓越所破产。需不需要？许大律师，我今天可真是双喜临门呐！你说说吧，这段录音是怎么回事啊？王磊，你可来了！怎么了？几个万和的债权人找到所里了，他们说他们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上说万和在冲账期间，万总的女儿买了一船的贵金属，价值3亿美金。冲账成功以后啊，没有靠岸，直接转移海外了。匿名信？哪来的匿名信？我也不知道，但他们说，匿名信里附带了一家美国咨询公司的调查报告截图，看起来不是空穴来风。他们现在情绪很激动，我要赶紧上去。记上。把张志、赵斌叫上一起。这段录音和这封匿名信已经足够说明你压根儿就没有做到勤勉尽职的义务，你的工作存在着重大失误，你让我白白损失了好几个亿，你这是渎职啊，许卓！你现在只需要告诉我，这封信上说的是不是真的？梁总，许卓，你要小心说话。现在从你嘴巴里说出的任何事情，你都是要负责任的。我们的人可都在录着音呢。我现在没有办法向各位解释，因为我不知道这封匿名信上所说的是否是事实。那方律师是否认有这件事情吗？我没有否认，我只是没办法证明它的真伪。那看来我们就到法庭上去证明真伪了呗。我们在做管理人期间，我们用尽了我们所有的资源，调查了万和的财产状况，把他们隐匿转移的财产也都依法追回了，就查出来2亿。那这个信上呢，突然说有3亿美金的资产流向了海外，而且还在公海上飘着。如果他说的是在公海上飘着的话，我想问各位，我们能用什么渠道能查到呢？你一开始信誓旦旦地跟我说，万和不明去向的资金只有2个亿，只有2个亿还未必能追讨得回来。你当时劝我趁早赶紧拿钱走人，可事实呢？事实是有3亿美金啊，许卓。如果加上这3亿美金，万和的资产就超过30亿，这和重整之前外界传闻的基本是相符的呀。那我们拿回来的就不应该是30%几，而是将近60%。我们蒙受的损失，谁来买单？你们跟战略投资人奇乌集团在利益上是不是有什么交换？我以人格担保，我们和奇乌集团没有任何的交换。但是18个亿和30亿接盘能一样吗？你们是牺牲了我们中小债权人的利益来成就了他一家，还敢说没有收到任何好处？我付给你1000多万的律师费，是让你负责每天监工良政所的吗？要是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责任首先是良政所，尽职调查义务是他们的。我们除了管理人的费用，没有多收1分钱。你们拿了5000多万，却对万和这么大的资产在外，你们一点都不了解吗？难道你们这些管理人就只会坑害我们这些人的钱吗？良政所的责任我一定会追究的。我现在问的是你，我给了你这么多钱，你做的尽调呢？许卓，你等着接传票吧。咱们跟他们还有什么可聊的？咱们法院上见。夏总，马总，李总，你听我解释好了，李总。咱们在商场上办。那封信是从哪儿来的？不管哪儿来的，截图上来看，应该是真的。王烈，想想办法。
潘主任回所啊？气势挺大呀。去我们所啊？有事儿？去你们所上面那层。干什么呀？啊，我们律所搬家了，正好搬到你们上面。哎呦，学会吹牛了。上次你就说要搬，也没见你们真的搬呢。嗨，上次是踩点嘛。潘主任，这以后你们16层，我们17层，咱们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了。没事多走动啊。哎。多走动啊，潘主任。都干什么呢？聊什么天儿？没事干了是吧？都好好干活。小田，发什么愣呢？不想干了是吧？啊？潘律师，所有合伙人都在会议室，方律师，请你赶紧过去。好。小刘，把我包放办公室，都好好干活。散了吧。问一下，看哪一条？啊，对，是我。啊。抓紧！就我跟你说这事儿，属实吗？啊，对，抓紧时间落实，我心里没底。啊，这什么情况？啊，那是怎么回事？这？您看看这个。好了，一会儿跟你说。好了，这什么情况？这是？各位，今天是咱们律所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我们遭人陷害，有人给万和的债权人发了匿名信，匿名信上指责我们在万和的资产上没有做到尽职调查，导致有3亿美金的资产外溢。刚刚我们接到了法院的传票，万和的几个债权人把我们告了，向我们索赔2个亿。这可不是小数啊！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确定匿名信上所说的内容属实，但是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2亿啊！我们砸锅卖铁，这一家人扎起脖子来不吃饭也赔不起啊！人家要索赔了，你们把我们叫来了。当初组织管理人团队的时候，怎么不叫我们啊？3亿美元的物资在外边飘着，你们愣是没有查出来。你们在这工作了几个月的时间，到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解释啊？陶律师，我辛辛苦苦干1年才挣几十万，还有房贷，还有车贷。我老婆刚刚给我生了第2个孩子，刚生，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把我们卖了也卖不出2个亿呀！方律师，方大律师，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总得有个人负责任吧？站出来个人负责呀！谁负责？给个说法。那个我说2句哈，这个方律师。虽然合伙人对律所负有无限责任，这不假，但是万和案是你们几个人做的，是吧？这个巨额的利益我没权利分配，那巨大的风险我也不承担。对，当初我想参与管理人团队，你们都不要了，现在想让我们一起担责，门儿也没有。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不担这责任啊，不担责，没门儿！今天必须得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要不然谁也别走。夏叔，怎么样？这确实是个好地方，关键是咱们租这儿能压Liangcheng所一头。秋花，你呢？我觉得咱们不在17楼，照样能赢他们。哎呀，可是这儿真的是我的一个理想，真想一鼓作气就把这里拿下。哎，出事儿了！怎么了？你看，Liangcheng所被起诉了。这新闻上说，万和的几个债权人把Liangcheng所给告了，索赔2个亿呢。还有鼎鑫要起诉卓越所，索赔几千万。2个亿？那他们起诉Liangcheng所的依据是什么呀？你说呢？强哥，听说咱们所要赔2个亿，Liangcheng所是不是要黄了？要不咱走吧？哪儿走？不是哥，咱先走再说嘛。
现在传要成了那个是2个亿呀。管理员，哎，管理员，事情没今天我来不了，今天今天就这档事我说清楚了。分红在打官司之前必须把红给我们分了。没错，让我们交提成的时候你怪积极的，一到分红的时候你一拖再拖。如果现在不分红，等到对方查封咱们律所账号的时候，到时候咱们想分也分不了了。没错，黄律师。去年应该分我20几万，所里说要发展就没分，今年我还有20几万。你们只要把这50几万给了我，今后你们万科项目挣的钱我1分钱都不要，有事你们也别来找我。还有，这匿名信的材料是从哪儿来的？那肯定是罗英子和秋华他们搞的。当初要不是你们把他们开除了，他们能跟咱们所为敌吗？没错，你们单开除他俩也好，还弄进来一个陈硕。那陈硕和罗英子啥关系你不知道吗？现在倒好，他们里应外合，把我们律所都给搞垮了。哎。曹律师，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引荐陈硕过来？这引进来也就算了，他跟明山打官司的时候，你非得要跟他切割，要不是因为你这么绝情，他现在能和罗英子他们联手打咱们所吗？就是，陈硕是我引荐的，但是你要知道，他给我们所创造了多少价值。还有，跟他切割是合伙人会议共同的决定，你怪不到个人头上，说什么都没有用。方律师，方律师，你给说话说了，方律师，必须你是当家的，你必须今天给我一交代。我挣不到钱，我今天就不走了。说呀，快说！你们想让我说什么？你们想听什么？自从梅先生离开良城所，在这接下来9年当中，良城所遇到多少困难？哪一次你们出面了？是不是我方力宏一个人顶着？你们干了什么？现在大难临头，你们却把责任全推到我一个女人身上，你们好意思啊？这老板事儿，别说了，这有什么关系啊？完了，良城所完了，连他都只剩女人了。陶正，你说几句。你有什么好问啊？你说。要出去吧！哎，早上是吧？你把他拉上去，关你什么事？出来！没关，别管告行吗？关你什么事？不能进！出来！你大家动手！梅先生，王力宏呢？在里边。老师，赶紧把眼泪擦干。哭什么哭？这律所还需要你呢。我是良城所的创始人，也是督导合伙人。我回来了。过去的事情，我进行了反思。我和去世的老于做了许多不对的事情，在这儿，我给大家道歉。您别这样，梅先生。现在，良城所遇到了灭顶之灾，但是，良城所不能垮，良城所必须要活下去。
因为我们所有的合伙人对律所都负有无限的责任，一个都逃不掉。可梅先生，他们要咱们索赔的，那可是2个亿呢，这不是什么小数字。大难临头，逃也逃不掉，抱怨没有用，我们就全力以赴地应对这次诉讼吧。只要对方手中的证据是真实的，我们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尽可能的把损失赔偿降到最低。也许我们会把梁成所所有的家当都赔光，也许我们每个人的资产都要用来赔偿。但这有什么关系啊？只要梁成所还在，一切都有希望。熬下去，东山再起就是了。我没有律师资格，这个案子谁能出庭？要不然我来。李红，如果你这次退缩了，你这一辈子可就起不来了。你确定你不来吗？老师，我希望你能来挑头，你背后还有我。嗯，好。必须是我，但是我要求陶正、张志还有老韩一起。来，进来吧，我们讨论一下。好。不是他那个，各位，听我说，梅先生既然来了，那我们就等他们商量出结果以后再说，好吧？梁成所还没散呢。不是，看起来确有其事。当然，全部信息还需要他们递交到法院之后，我们才能看到。消息从哪儿来的？肯定是罗英子跟秋华，他们俩参加了卓越所的律师团队，对万和案十分的了解。再说那个夏叔在美国也有关系，难怪他们刚才耀武扬威的来看房，还专门看17层，这不想踩在咱们头顶上吗？罗英子，她在17层啊。我也是刚刚知道，他要搬17层吗？我刚刚碰见他们了。老师，罗英子可是您的关门弟子，他对我们下手可真狠啊！我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来看房呀？真是太寸了。走吧，同志们。我就不跟你们一起走了，我约了郝磊。哟。你说这会儿要咱下去遇见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是咱们害了他们？你怕什么呀？咱们又没做错什么。走。哎，梅先生。喂，梅先生。英子，你在17层？啊，对，我们来这儿看房来了，正准备要走。我在你脚下，你下来一下。我有事想问你。在我脚下。
赵律、杨律，梅先生、方律师、罗律师到了。梅先生，坐。您找我有事儿？您给我看这个，怀疑是我发的？我不问，你自己说。您不问，我也不答。这封信上面写的是真的，我知道。不管是不是我发的，梁成所在万和资产调查这件事情上，确实存在着工作瑕疵。今天如果被追究，那也是咎由自取。至于是不是我发的，就看各位的判断。还有别的事儿吗？没了。再见。肯定是他。不是他。黑象是个睚眦必报的人。我觉得也不是他。那就是秋华，或者是夏树。不要猜了，他说的对的。梁成所在万和案中确实是有瑕疵。那他们起诉梁成所的依据是什么呀？你说呢？这回要咱下去遇见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是咱们害了他们？你怕什么呀？咱们又没做错什么。我回来啦！回来了，老姐。鼎新要起诉许卓的事儿是彻底传开了，连郝磊都知道了。哎，你说这许卓要真赔上几千万，法院不会连底裤都不给他留吧？你的录音功不可没。我的录音充其量也就是能证明许卓未尽勤勉忠实义务，还得是那封匿名信，横扫了卓越所，团灭了梁成所，还是邱姐牛啊！你也觉得是他发的？那不然呢？罗姐，你别多想，那许卓比我们可狠多了。你看他那样，不解气吗？可是，万和的许多债权人都接到了那封信，梁成所也被债权人给告了，索赔2个亿呢。我回来啦。哟，正好都在呢。哎，我要跟你们说件事情，万和的债权人要委托我们代理他们和梁成所之间的索赔诉讼。这个案子咱们能挣1000多万。你们要没意见，我就跟他们签代理协议了啊。秋华，那个匿名信是你发的吧？是我。怎么了？我只是把事实告诉受到蒙骗的债权人，我做的不对吗？没什么不对，我就是觉得，要不这个案子咱们就不参与其中了吧，好不好？
为什么不参与啊？放着钱不挣啊？我也觉得有点别扭。不是，什么意思啊？你们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了。他们当初把咱们开除，他们内心有过不安吗？他们作为管理人，挣了大钱，却没有对破产财产进行尽职的调查，是他们做错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一方失职，另外一方要提起诉讼，我们代理其中一方，这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问题，我就是觉得我出卖人了，是吗？我没觉得我哪儿做的不对啊。英子，咱们当初在许卓那儿工作了几个月，就因为你一句话，我们1分钱都没要就退出了，为什么呀？凭什么呀？我实话告诉你，我当时就想到了有今天，我才会同意放弃我们获得报酬的权利的。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得到一个大案子了，你们跟我说要放弃？没有，我也没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没想清楚吧。要不然秋华，你要是想代理你就代理，我真的不知道。要不我们代理鼎新吧？刘总对我们那么熟悉，我们现在提出要代理，他肯定会同意的。夏叔，你别说胡话了，行吗？你明明知道我们参与过卓越所的管理团队，我们要是代理鼎新的话，那许卓不是一下就抓到咱们把柄了吗？是，代理鼎新也不合适。不是，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嘛？就因为对方是良成所，就又触动你们的恻隐之心了，是吗？就显得我心狠手辣、手段卑劣呗？这不就是一个平常的业务吗？到底哪儿不对了？你们告诉我。当初我在良成所被老韩欺负，我去找方丽红诉苦，他同情过我。我们3个被扫地出门，他同情过我们吗？那陈硕为他们挣了大钱，出了事情他们一刀切割，他们同情过陈硕吗？那怎么到了我这儿，一个正常的业务就不能做，就得去同情他们呢？秋华，你别误会，我也没这么说，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们是什么意思？行，你们都比我高尚，都比我有同情心。你们都是有钱人，放着钱不挣，显得你们有气节。我不行，我穷，我得挣。你们要是不同意咱们所接，那我就去找别的所跟我一起代理了，行吧？那行，我同意。你觉得呢，夏叔？秋姐，你这是要和我们分裂吗？我没这么说。那我就同意。咱们3个说好的，永远不分开。我们是一个团队。行，那我就去找别的所跟我一起代理了。我相信任何一个所都会求之不得。夏叔，我没做错吧？不知道。其实秋华说的是对的，可是我确实也是做不出来。
这一个案子会把梁成所打成原始受贿的。可是，不管是谁打，他们都会被打成原始受贿的。你说的没错，我只是不想接自己的手。我也是。但秋华怎么办？难道我们要为了别人伤害自己的伙伴？我俩不接，他还可以接，应该不会伤害到他吧？不知道。如果真因为这件事情伤害了秋华，或者说伤害咱们3个人之间的关系，那才是不值得。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把他叫回来，然后我们接。好，怎么感觉怎么着都不对呢？被梁成所轰出来才不到半年，咱们就有自己的律所。我把话撂着，等将来咱们搬到梁成所楼上那一天，咱们会怀念这儿的。我这身边不是有一个那么好的你吗？咱们樱花所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只要不离职，就永远都是我的合伙人。我不能因为钱放弃大家。这次我走出去，我们3个一定会分裂的。对不起，秋华，真的对不起，是我不好，但我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不起，秋姐，咱们这次就不沾手了。你放心，以后一定会有别的机会的。可你们知道挣钱对我来说有多重要？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也知道，秋姐，我也尝过没钱的滋味。谢谢你。The time has faded. But I never doubted.方律师，请问您对今天的案子有什么看法？请问对梁成所的指控是真的吗？您能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吗？走吧。方律师，您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请您跟我们说一下吧。您说一下。不好意思啊，方律师，说一下吧，方律师。感谢各家媒体，我们现在要去开庭，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梅先生，方律师，麻烦您说2句吧。我们来旁听，希望梁成所能度过这次难关。你们带着祝福来，我们欢迎。
行啊，没问题。啊，今天用咱铜钱砸死你。好。代理手续交一下。没想到刘总找你做代理，这里是和同行的学，很高兴吧？这得问你自己啊，这个你最擅长。好，一会对庭的时候别客气。肯定不客气，客气的话对不起你之前对我做的那些事儿。可以了。嗯。鼎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京北卓越律师事务所合同纠纷一案，现在开庭。雨怎么迷上了眼睛？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它不曾提起。飘飘荡荡，不着痕迹，轻语之间，它来去不渝。我习以为常的宁静，是看不见的云给我隐蔽。那一片洁白的柔软的云朵，挣脱着风和雨，晴和阴的诉说。